电影宇宙是指多部影片共享同一套世界观、时间线，角色们彼此交叉，相互影响，在商业上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扩张的超级 IP 阵列。那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以漫威为代表的电影宇宙。而在恐怖片领域，温子仁则成功用招魂系列编织出整个招魂宇宙，再凭借电锯惊魂、潜伏系列等，让温子仁成为恐怖类型片大师。但他并没有安于自己的舒适圈，也执导了《速度与激情7》和《海王》系列等商业大片，并且这些商业大片在拍摄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机。温子仁一样可以力挽狂澜，扭亏为盈，足以见其功力的深厚。当然，温导亲自导演的电影都有口皆碑，但他监制的嘛，就很难评。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回顾温子仁的导演之路，盘点其到目前为止所执导的11部影片。我在梳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介绍一下电影的梗概，但并不会进行剧透，因此即便您还没有看过这些电影，也可以放心观看。1977年2月26日，温子仁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古晋，父亲母亲都是马来西亚华人。在7岁时，他随家人移民至澳大利亚，并在这里长大。在14岁时，他的父亲因淋巴癌去世，这件事对他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也成为他后来创作中有关恐惧、阴影等情绪元素的心理根源之一。高中之后，他进入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就读媒体艺术专业，并于1999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时在大学期间，他也认识了后来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雷沃纳尔，两人一个为导演，一个为编剧，共同合作了其后来的多部电影作品。下面让我们开始温子仁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上映于2004年的《电锯惊魂》。 The Jigsaw Killer. Looks like our friend Jigsaw likes to book himself front row seats to his own sick little games. You could be the one who put me in this room! Make your choice. 时间回到2003年，温子仁和大学同学雷沃纳尔两人把如果必须伤害别人才能活下去，你会怎么做的脑洞写成了80页的剧本，并掏出了8000美元的积蓄，拍摄了一部9分钟的短片《电锯惊魂 0.5》，以此来向好莱坞制片厂展示，并希望出售该剧本。最终狮门影业与他们达成合作，准备投资拍摄电影长片。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温子仁必须亲自指导，而雷沃纳尔则必须出演其中的主角之一，摄影师亚当，并且电影预算被限制在120万美元。正因为如此紧张的预算，所以电影的拍摄周期被压缩到了18天，并且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洛杉矶的一间废弃仓库中拍摄的。影片开始，两位主角在一个封闭的浴室中醒来，其中一位是摄影师亚当，扮演者也就是编剧之一雷沃纳尔，另一位劳伦斯医生则由卡利·艾维斯扮演。两人都被铁链锁住了脚，在他们中间则是一片血泊，里面躺着一个死掉的人，并且手中还握着一把手枪和一部录音机。当两人非常疑惑之时，他们发现了2盘录音带，播放之后，磁带的声音命令劳伦斯医生必须在8个小时内杀掉亚当，否则2个人都会死亡。而这正是一个外号叫做数据的变态杀人狂所设计的某种死亡游戏。被迫参与游戏者拯救自己的方法，要不就是伤害自己，亦或者伤害别人。数据在密室中留下了一些线索，随着线索不断的展开，两位主角似乎有着一些关系，而幕后黑手数据的真实身份也在影片中多次反转，直到最后才被揭晓。影片除了2位主演员，还有迈克尔·艾默生，他也在后来出演过剧集《迷失》和《疑犯追踪》，大家应该很熟悉。温子仁和雷沃纳尔对自己的影片非常自信，没有选择导演片酬，而是直接选择票房分红。影片上映之后，观众好评不断，全球票房最终突破1亿美元。如果以120万美元的投资来看，回报率近90倍，非常夸张。同时，这个系列也成为狮门影业的王牌系列电影之一，这也让27岁的温子仁一夜成名。所以很快，温子仁就开始筹备职业生涯的第2部电影《死寂》。By death, ever since families found without their tongues. They came back. They didn't stay dead.
随着《电锯惊魂》的爆火，环球影业主动递上了一份2000万美元的合作单，依旧由温子仁与搭档编剧雷沃纳尔合作。要知道，这一成本可是第一部电影《电锯惊魂》的16倍，但是环球影业却要求该片必须为 PG-13级，不能和上一部电影一样出现肢体截断的血腥场景。影片从男主角和妻子生活的家里开场，门铃响过之后，门外被放了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一个诡异的人偶。之后男主角出去买晚餐，妻子则在家中和人偶独处。很明显这个人偶是有问题的。这里的一段通过对声音的处理让惊悚氛围拉满。最后妻子领便当，死状恐怖。事发之后，男主角被警察带到警局盘问，回到家中发现人偶似乎与他的家族有很大关联，于是便驱车回到故乡小镇。故事由此展开，慢慢揭露出男主角家族尘封的过去和人偶的由来。这部电影偏向哥特式惊悚恐怖，不同于《电锯惊魂》血腥恐怖，但两者相同的是都融入了大量悬疑氛围和结局的反转。虽然今天被很多影迷奉为恐怖片经典之作，但当时2007年3月电影上映之后，口碑呈现两极分化。恐怖片爱好者沉迷其惊悚氛围的营造，被温子仁第一部电影《电锯惊魂》吸引来的观众则嫌弃不够血腥。电影首周末仅收700多万美元，最终全球2221万美元，只能说刚好回本。死寂之后，温子仁同时收到2份邀约，一份是环球影业希望他再用2000万美元续拍人偶风格的恐怖题材电影，另外就是20世纪福克斯递来了由小说改编的非法制裁，属于动作片，预算同样是2000万美元。温子仁最终选择后者，也就是他的第3部电影。经过《电锯惊魂》和《死寂》之后，温子仁被好莱坞视为恐怖片新锐导演，那他当然想证明自己不只能拍好恐怖片，于是这部犯罪动作片《非法制裁》便孕育而生。实际上2部电影的拍摄间隔非常短，《死寂》3月北美上映，4月温子仁就进组开拍《非法制裁》，中间只间隔3周，并且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所以也没有和老搭档编剧雷沃纳尔继续合作。影片男主角由凯文·贝肯饰演，他大家应该很熟悉，曾扮演老版透明人、神秘河的肖恩，以及后来《X 战警》第1战的反派黑皇。影片中男主角是一个公司的高管，生活在富裕社区，有着2个儿子和妻子组成的幸福家庭。周六大儿子因为要去参加曲棍球比赛，男主角陪他一起去。比赛结束回家的途中，恰好汽车没油，只能停靠在一个加油站加油。这里通过几个镜头交代了所处的是一个比较贫穷危险的社区。加油期间，儿子去便利店买饮料，正在这时，一组本地帮派闯进了便利店。他们可不是来领月购的，而是某种入帮仪式，随机杀人。主角儿子惨遭割喉，虽然后面成功拦下来了杀他儿子的小伙，但是儿子却就此丧命。随后的法律程序中，因为没有监视器以及目击者不足和凶器遗失等因素，控方只能希望被告协议认罪。但当主角得知儿子仅仅是因为入帮仪式而随机被杀，心里充满了愤恨。随后的庭审中，主角推翻了自己的证词，故意放走了行凶者，自己则计划着走向复仇之路。这部电影并非爆米花式复仇爽片，而是夹杂着仇恨、暴力循环的悲剧。影片的基调还是比较灰暗，但我个人觉得这一主题的探讨还是不够深刻。作为2季动作片，爽度又不太够。值得一提的是，中段停车场追逐战的长镜头非常棒。这部电影也应该看作温导对犯罪动作片的一次探索。但是电影上映之后，全球票房只有1700万，而温导也从死寂到非法制裁的连续挫败中感到非常沮丧。在低潮期间，温子仁重新联系了老搭档雷沃纳尔，两人决定放弃好莱坞大型制片厂，回归低成本独立恐怖片的方向。这一转就是3年之后，也就是2011年，温子仁导演的第4部电影《潜伏》上映。
并大获成功。I don't think bad wiring is the problem here. I want to leave. I want to leave this house. What is it? 温子仁2007年的2部电影虽然预算很高，但都受制于大型制片厂的干预。他渴望回到《电锯惊魂》那种拥有完全创作控制权的小成本、高概念的电影模式。在找寻制片公司时，他认识了一位后面同样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杰森·布伦。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提起他创建的制片公司布伦屋，我想恐怖片爱好者应该无人不知。布伦屋是好莱坞最成功的独立制片公司之一，尤其以其独特的低预算加高回报加极高导演自由度的恐怖片制作模式而闻名。他们制作的电影包括《鬼影实录》系列、潜伏系列、人类清除计划系列，以及乔丹·皮尔的首部电影我特别喜欢的《逃出绝命镇》和新版的《隐形人》、梅根系列，还有 M. 奈特·沙马兰的《分裂》，更包括2015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爆裂鼓手》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也就是去年，温子仁的独立制片公司原子怪兽影业和布伦屋影业正式合并成为一家公司，并且在今年6月，他们通过收购获得了《电锯惊魂》系列的版权。于狮门影业目前各自持有50%的权益。那这次收购也让温子仁和雷沃纳尔重新获得了《电锯惊魂》系列创作的完全控制权，这何尝不是一种回归初心呢？大家其实可以期待温导原汁原味的《电锯惊魂》了。我们继续回到潜伏，布伦屋给这部电影的预算非常低，只有150万美元，而温子仁则拥有绝对的自由度。这种极低的预算迫使他必须更有创意的使用镜头、音效、灯光来制造恐惧，而不是依靠特效，从而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变影的编剧为老搭档雷沃纳尔，影片中丈夫乔什，也就是男主角，由帕特里克·威尔森饰演，他也是温导电影的老面孔了。包括招魂系列、潜伏系列、海王1和2，他都有出演。女主角妻子兰娜则由罗斯·拜恩饰演。故事开始，高中教师的丈夫乔什和居家音乐创作的妻子兰娜，他们带着3个孩子搬进了新家，但是新家中却接连发生各种怪事。某天，最大的儿子在阁楼里不慎摔倒，虽然当时没有啥大事，但第2天早晨却再也没有醒来。医生的诊断则是无法解释的昏迷。而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妻子在家中遇到的怪事接连升级，最后不得已，夫妻2人选择搬家。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尾随而至，他们也发现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旧房子，而似乎隐藏在昏迷儿子的阴影中。影片并没有血腥镜头，一切恐怖氛围的营造都是靠运镜、剪辑、音效和节奏。前半段可能有点慢热，但是后半段非常紧凑，恐怖感上升的同时，悬疑感也被不断吊起。影片2010年多伦多电影节试映之后，2011年4月正式上映，最终票房约1亿美元，以成本150万美元计算，投资回报率超过60倍。果然回归擅长的领域，温子仁以小博大的能力再次展现。那如此巨大的成功很难不吸引好莱坞大型制片厂的合作，这次则是华纳兄弟旗下的新线影业找到温子仁，希望他能执导一部基于沃伦夫妇的恐怖电影，预算2000万美元，并承诺不会干预温子仁的拍摄。这就是温子仁导演的第5部电影，也是华纳恐怖片的招牌之一，招魂宇宙的开始，招魂1。She's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mom's bed. Do you want to see him? Yeah. When the music stops, you see him in the mirror standing behind you. Look what she made me do. 在这部电影中，温子仁从潜伏的灵魂出窍和异次元的概念，转向了更经典的鬼屋驱魔题材，并且是基于真实人物进行改编。
影片剧本由查德·海斯和凯利·海斯两兄弟编写，项目已在新线影业内部立项多年。剧本中对人物情感的描写和经典恐怖氛围的营造，与温子仁的导演风格完美契合。前面也提到，影片中的主角沃伦夫妇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他们是非常知名的灵异现象调查员，丈夫叫艾德·沃伦，妻子叫洛琳·沃伦。他们声称在职业生涯中处理了数千起闹鬼和恶魔附体事件，并且他们还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设立了一个博物馆，收藏着他们所谓的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种被诅咒或者被恶魔附体的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叫安娜贝尔的玩偶。影片中沃伦夫妇的收藏史便是以此为灵感，所以整个招魂宇宙，包括招魂系列、安娜贝尔系列、修女系列等，都取材于沃伦夫妇声称的真实调查案例。那光这就是很棒的宣传噱头啊！所以这个系列其实想不火都难。电影中的艾德·沃伦由之前提到潜伏的主角帕特里克·威尔森饰演，洛琳·沃伦则由薇拉·法米加饰演。他们自此一直扮演沃伦夫妇，是招魂系列的绝对主演，并且同样也在招魂宇宙中的安娜贝尔和修女系列担任彩蛋客串或配角。故事开始，为了引出沃伦夫妇，影片以一段独立的恐怖事件开场——安娜贝尔娃娃事件。一对年轻的护士姐妹与室友向超自然调查员沃伦夫妇求助，一个名为安娜贝尔的人偶给他们带来了恐怖的骚扰，而这个人偶也独立成为以后招魂宇宙的另一个系列——安娜贝尔系列。画面一转，沃伦夫妇正在学校进行讲座，而安娜贝尔人偶仅仅是他们处理的众多灵异事件中的一件。随后影片进入主线，1971年一对夫妻带着女儿搬入了罗德岛的一座老屋，但是家里接连发生各种怪事，钟表总是停在3:07，屋外死去的狗，房间里的怪异声音，以及孩子们开始看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人。随着恐怖氛围的蔓延，妻子身上出现了淤青，精神也逐渐崩溃，家人开始怀疑这座房子被什么东西附身，于是妻子找到了沃伦夫妇，希望他们来家中进行调查。那随着调查的展开，沃伦夫妇发现这座老房子似乎有着黑暗的过去。这部电影温子仁减少了突然吓一跳的套路，而是用宗教象征、镜头语言和氛围压迫，打造出一场独特的恐怖体验。招魂是2012年拍摄完成，2013年7月正式上映，全球票房超过3.2亿美元。温子仁也正是依靠这部影片向好莱坞证明，自己不仅能够指导低成本独立恐怖片，也真正能够驾驭高成本电影的制作。此时环球影业、华纳兄弟都向他抛出邀请制作电影，不过这都是2013年另外一部电影上映之后的事情了。回到2012年，温子仁因为与布伦屋潜伏续集的合约在身，不得不在招魂杀青之后立刻进入潜伏续集的片场，也就是温子仁导演的第6部电影《潜伏2》。I went into that place to get our son back, and something evil followed me. Get out of my head! 前面提到《潜伏2》几乎在招魂杀青几周后就投入了拍摄。温子仁本人在采访中说过，我拍完招魂回家不到1个月，就又进了片场拍《潜伏2》，那是我最疲惫的1年。并且在拍摄的同时，他还要参加招魂的后期宣传和影展巡回。在《潜伏2》中，布伦屋虽然将电影预算从前作的150万提高到500万美元，但依然是低成本模式。主演延续第1部的主角夫妇，分别由帕特里克·威尔森和罗斯·拜恩饰演。同时第2部的编剧也与第1部相同，都是老搭档雷沃纳尔负责编写。不过话说，这个主演威尔森也是连轴进组，刚演完招魂立刻进《潜伏2》的剧组，无缝衔接。这部的剧情是紧接着上一部的结局，陷入昏迷的儿子成功清醒，夫妻俩开始了正常生活，但是丈夫逐渐变得冷漠暴躁，甚至让人觉得变了一个人。
随着灵媒同伴调查的深入，似乎这里面隐藏着更深的秘密。这部影片强烈建议和第一部连着看，两部电影剧情是紧密衔接的，事件也是相互交织。第二部解释和补充了第一部很多剧情上的伏笔，连着看整个故事的逻辑、时间线都会非常清晰，同时4个小时的观影体验也非常爽。潜伏2于2013年9月上映，全球取得1.6亿美元票房。温子仁再次以500万美元低成本创造票房奇迹。那潜伏2距离温子仁的上部电影《招魂》的上映仅仅间隔2个月，按理说他应该休息一下，放个假，但他可没有时间，因为环球影业已经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其执导旗下最具商业价值的动作片系列新作《速度与激情7》，这也是温子仁导演的第7部电影作品。而正是这部电影让他成功跻身好莱坞1级商业片导演。Nope, I'm not looking. What's up now? What's up now? What's up now? Hold it down like what's up now?其实在潜伏2的制作后期，环球影业就接触到了温子仁，因为《速度与激情6》的原导演因制片周期过于紧张而退出了续集拍摄，环球急需一位新导演来执掌《速度与激情7》。首先，环球影业与温子仁之前合作的《死寂》这部电影过程还是挺愉快的。其次，温子仁的快速制片能力以及其导演的恐怖电影中多次对爱与家庭的强调，这都被环球影业看中。环球高层希望《速度与激情》系列不能只是爆炸和汽车，而要在内核中体现 family 的情感连结，所以温导就非常契合，于是《速度与激情7》的制作就正式开始。影片一开始，本部电影的反派由杰森·斯坦森扮演的戴克肖便直接登场，而病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弟弟，正是上一部《速度与激情6》的反派欧文肖。影片巧妙地通过戴克肖为弟弟复仇，将2006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3：东京漂移》纳入主线，也揭示了韩的死亡和斯坦森扮演的戴克肖有关。所以按照时间线，《速度与激情3：东京漂移》实际是发生在《速度与激情6》和7之间的。而戴克肖在杀死韩之后，继续袭击了巨石强森饰演的霍布斯，又往保罗沃克饰演的布莱恩家中邮寄了炸弹。自此，故事成功将前3部与中期剧情全部串联起来，形成了系列时间线的闭环。当然，这时2队人马的大战也即将一触即发。对温子仁而言，这部电影是机会，当然也充满挑战。他过去执导的影片预算最多不过1000万美元，而《速度与激情7》的制作成本高达2亿多美元，规模空前庞大。不过这些以温导的能力自然不在话下。然而真正的困难出现在2013年11月，拍摄进入后期时，电影主角之一布莱恩·奥康纳的饰演者保罗·沃克在洛杉矶车祸中身亡。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整个剧组陷入巨大悲痛，拍摄被迫终止数月。制作团队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这部作品，但温子仁坚持认为这部电影必须完成，必须成为一份送给保罗的告别。在停拍期间，他与编剧克里斯·摩根一起修改剧本，希望为保罗的角色布莱恩·奥康纳设计一个温柔而体面的结局，并请来保罗的2个弟弟卡莱布和科迪担任替身，部分镜头则使用 CG 完成。而最后由查理普斯创作并与威斯卡利法共同演唱的片尾曲 See You Again 更是完美契合。这一切也就成就了影史经典保罗驾车远去的结尾片段。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2015年《速度与激情7》上映后，全球票房突破15亿美元，成为整个系列票房最高的电影，直到目前还位列于全球影史票房榜第13位。《速度与激情7》也让温子仁的职业生涯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认可。环球影业自然希望其继续执导《速度与激情8》，但是温导选择激流勇退，因为如此巨大的项目和拍摄期间的巨大压力让他感到身心俱疲。他需要一段时间回到熟悉的恐怖类型片领域，重新调整节奏，因此他选择继续拍摄《招魂》的续集，也就是他的第8部电影《招魂2》。You're going to die.《随着《招魂1》的成功，华纳把第2部的预算提高到4000万美元。电影中紧张的镜头语言、精确的光影布置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刻画都延续了温导的恐怖片特色。影片一开场先是回顾了沃伦夫妇职业生涯中的另外一个著名案件——阿米蒂维尔凶宅事件。影片中的沃伦夫妇依旧由第1部的帕克里克·威尔森和薇拉·法米加饰演。在调查的过程中，洛琳不仅通过凝视看到了悲惨的发生，还首次遭遇了一个以修女形象出现的强大恶魔。这个恶魔向洛琳发出一个可怕的警告和预言，其丈夫艾德将会在一次驱魔行动中丧生。这个修女形象的恶魔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同时它也衍生出招魂宇宙的另外一个系列——修女系列。回到招魂2，进入故事主线，这次故事的发生地在英国，改编自著名的安菲尔德灵异事件。故事中，单亲母亲佩吉和她的4个孩子开始遭受一系列的灵异现象攻击，一个老人形象的恶灵更是直接附身其中一个女儿珍妮特。英国教会调查之后，对该事件感到棘手，同时也怀疑是否是母亲佩吉自导自演的戏码。因此他们请求在美国的沃伦夫妇加入调查，以确认这次附身事件是不是真实。随着调查的深入，似乎隐藏的恶灵与开头洛林沃伦的预言有着莫大的关系。影片中温导对节奏的把控越发成熟，并且在营造恐怖氛围的同时加入了很多关于家庭温情的元素，这也让主角沃伦夫妇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电影最后在2016年的6月上映，取得了3.2亿美元的票房，同样非常成功。温导的独特导演风格和商业潜力得到充分体现。而此时，华纳中最重大的项目 DCEU 正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华纳高层决定启用温子仁来执导 DC 超级英雄海王的独立电影，这就是温子仁导演的第9部作品《海王1》。2016年，华纳的 DCEU 已经有3部电影上映，其中《超人钢铁之躯》和《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都是扎克·施奈德导演的。大家也知道，扎导的个人风格非常浓烈，并且2016年扎导还正在全力拍摄《正义联盟》中，海王也会是其中的主演之一。同时，当年上映的《自杀小队》虽然票房不错，但是口碑崩盘，所以 DCEU 推进在当时并非一帆风顺。华纳高层希望引入一位新导演，也要具备个人独特风格，让海王这一通过扎导2部电影引入的角色独立出来，能够支撑一个全新的系列，并且还一定要确保商业上的成功。那温子仁导演无疑是非常适合的。电影中的海王由杰森·莫玛饰演，杰森·莫玛曾扮演《权力游戏》中马王这一角色被大家熟悉。虽然现在 DCEU 已经失败并彻底结束， DC 的电影宇宙也全面重启成为 DCU， 但你不得不佩服当时的华纳和扎导的选角。无论是亨利·卡维尔的超人、本·阿弗莱克的蝙蝠侠、盖尔加朵的神奇女侠，还是埃兹拉·米勒的闪电侠，以及这一部海王中的杰森·莫玛，这些演员无不十分契合角色，也吸引了全球大量的粉丝。所以直到今日，古恩导演重启后的超人上映，依然有大量影迷还在探讨亨利超和新超人的对比，可见还是有很多人十分怀念老的 DCEU 的。回到这部电影中，影片开始交代了海王父母相识的过程。灯塔看守人海王父亲在一场暴风雨中救了一位海岸边受伤的神秘女子，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也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亚瑟·库瑞。这位女子正是海底王国亚特兰蒂斯的女王。
有妮可基德曼饰演。他因为不满亚特兰蒂斯中与国王欧瓦斯的政治联姻而逃到陆地，生下了海王亚瑟。但是亚特兰蒂斯最后还是找到了他，并派出士兵来抓捕。最终为了避免陆地父子受到牵连，她将儿子托付给丈夫后忍痛离开，返回亚特兰蒂斯，并与当时的国王欧瓦斯结婚，生下了海王的弟弟奥姆王。奥姆王也是温子仁电影的老熟人了，由招魂系列和潜伏系列的主角之一帕特里克·威尔森饰演。海王在很小就展现了与海洋生物沟通的超能力，成年后的海王更是拥有惊人的力量和对大海的适应性。此时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在老国王欧瓦斯去世后，海王弟弟奥姆王成功登上王位。但是奥姆王因为陆地人类对大海的污染和陆地哥哥的存在，似乎对陆地人抱着一种天然的仇恨。另外一个反派黑蝠粪，其父亲因海王而死，他则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之后随着海洋和陆地战争的开始，故事也由此展开。女主角梅拉公主登场，劝说亚瑟重返亚特兰蒂斯，寻找三叉戟，阻止战争。这里梅拉公主的扮演者是约翰尼德普的前妻安珀赫德。基于温导之前电影的战绩，华纳选择给予其完全的创作主导权。温子仁不仅重新设计了海底世界的视听语言，还参与了角色设定、美术指导和动作风格的制定。正是这些让海王系列成功脱离扎导那种浓厚阴郁的基调，成为一个色彩饱满、自然轻盈、有冒险感的传统超英电影。当然，这两种哪种好，就看观众各自的口味了。但从商业来看，海王2018年上映之后，以其全球11.5亿的票房，成为整个 DCEU 票房最高的电影，直接给当时低迷的 DC 电影宇宙打了一剂强心针，无疑说明其非常成功。在海王上映之后，海王2还没有启动，温子仁利用空档回归了擅长的恐怖片领域，拍摄了自己第10部电影《致命感应》。在海王成功之后，温子仁与华纳签署了长期的合作协议。他提出要拍摄一部相对低成本的恐怖片作为过渡项目，华纳也同意，所以就有了《致命感应》这部制作成本大概为4000万美元的电影。影片女主角由安娜贝拉·沃里斯饰演，她曾扮演《招魂宇宙》中安娜贝尔系列的女主角米娅，以及剧集《浴血黑帮》的格里斯和《都泽王朝》的解析魔。电影开场设定在1993年的一所研究医院，这里有一个名为盖博瑞的病患正在接受治疗。盖博瑞似乎力大无比，有着能够操控电器和广播的超能力，但是却极度暴力。这场戏的末尾，医生们决定对其进行切除，以彻底结束这场灾难。开场的这一段为整部电影奠定了恐怖血腥的基调，它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镜头一转，时间来到27年之后，故事的主线也正式开始。女主角在经历多次流产后，与丈夫发生激烈争执，被暴力推开，头部受到撞击。此后，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多名角色都在某一黑衣凶手的袭击中死亡，而女主角似乎能在梦境中预见这些人遇害的过程，自己却在其中无法动弹。随着故事的展开，女主角的身世似乎与27年前那所医院有着莫大的联系。这部电影不同于温子仁之前的《潜伏》和《招魂》系列的灵异恐怖氛围，更多的属于悬疑惊悚片，当然也带着一些恐怖元素。但我觉得其中的悬疑和反转的展开才是核心看点，所以如果没看过，千万别去看网上那些剧透。这部作品从构想到上映经历3年，但真正拍摄周期仅用时11周，之后就因为疫情导致后期阶段不断延长，最终于2021年9月上映。此时正值全球疫情，实体电影院受到冲击，很多这一时期的电影都会同步流媒体上映，这部也同样如此，同步了华纳的 HBO Max 直接上线，因此全球票房表现不佳，仅收获3400多万美元。当然，当时的华纳也无暇顾及这部小成本的电影是否失利，因为华纳内部正在经历巨大的动乱和变革。此时的温导顶着华纳内部的各种压力，还是接受了《海王2：失落王国》的拍摄，也是温子仁导演的第11部作品。同时，这部电影也代表着旧的 DCEU 时代彻底结束。
I don't know what lies ahead, but we can't leave our children a world without hope. You're not as bad at this as you think. If you lead, the Seven Kingdoms will follow. 回顾之前的几年 ，DCEU 的多个项目不断失败。2017年，扎克·施奈德导演在拍摄《正义联盟》时，因为华纳高层的过度干涉，以及中途其女儿的自杀离世，对他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扎导在电影后期阶段完全退出了剧组。乔斯·韦登接棒导演，继续负责后期。到2017年底，《正义联盟》上映之后，口碑惨淡 ，DCEU 的声誉受到重创。后面温子仁的《海王1》虽然成功挽回部分声誉，但此后的多部 DCEU 电影票房均未达到预期，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因此华纳的股价受到严重冲击。2021年，扎导亲自剪辑的《正义联盟》推出，上线流媒体，获得一致好评，同时这也加剧了观众和粉丝对华纳的声讨。最后，华纳经历多轮并购和整合，最终成立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管理层彻底换人。与此同时，2023年，詹姆斯·葛恩与彼得·萨弗兰正式接手 DC 影业，并宣布 DCEU 彻底结束，全面重启成为 DCU。今年上映的《超人》就是重启后 DCU 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那温子仁导演的《海王2：失落王国》就是 DCEU 的最后一部电影。在第二部电影中，海王亚瑟已经成为亚特兰蒂斯的国王，并与妻子梅拉生下了一个孩子。他们一家选择居住在陆地，所以亚瑟不得不两边跑，来平衡陆地和海洋两边的职责。而此时，全球多地开始出现极端的气候异常，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似乎是第一部的反派黑蝠鲼。为了阻止黑蝠鲼的致命威胁，海王亚瑟不得不找回被自己亲手打败并流放的弟弟奥姆王。兄弟二人摒弃前嫌，展开了全球危机的保卫战。前面也提到，影片拍摄时，华纳兄弟正在和探索频道展开合并，管理层面临频繁更替。除此之外，影片中海后的扮演者安珀·赫德和其前夫约翰尼·德普的诽谤官司更是狗血十足。双方疯狂爆料各种无底线的事迹，引爆全球观众一起吃瓜的同时，更有众多人发表请愿抵制二人，使得温子仁不得不删减掉安博的很多镜头。华纳更是把男方约翰尼·德普《神奇动物3》中的戏份全部删除，改由麦斯·米克尔森饰演格林若德。再加上近几年超英电影下滑颓势明显，海王2在这么纷繁困难的情况下，全球票房还是取得 4.34 亿美元，虽然并不算高，但也算是给 DCEU 一个体面的结局了。那到这里呢，温子仁导演的全部11部作品就介绍完了。尽管温导职业生涯作为监制参与了非常多的电影，但这些大多良莠不齐，票房呢也时高时低，所以认准温子仁亲自导演的电影是准没错的。如果这些您还没有看过，或者考虑重温，可以找来看一看，相信不会失望的。OK，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还请帮忙点赞投币，这对我非常重要。也可以收藏，以后片荒时来翻翻找找，看有没有想看的电影。这个系列我会继续更新，敬请期待啦。